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好小学堂，我是峰哥。我们今天要来讲解一下叉妹如果无法启动该如何自救，大概讲解一下说大概因为哪一些原因导致这台车发不动。好，那我们大概会分3个小单元来做一个检查。好，那第一个单元就是先来介绍一下 iKey，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电池。好，因为电池到底是有电还是没电？那接下来呢就是启动系统。好，那我们大概会分这3个小单元来做一个介绍。那 iKey 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就只有一个按钮。好，那按钮上面它上面有显示一个电源。好，那这个电源呢，就代表说它是可以按压的。好，那我们按压的时候呢，上面会有一个小红灯。好，那我们先判定这个小红灯到底是开还是关呢？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发不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检查一下我们的 iKey 是不是关闭了。很简单的判定就是你长压一下这个电源键。好，如果说是短闪呢，就代表说它是打开的。好，如果是长闪呢，它就代表是关闭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切换成短闪，好，就代表说现在是可以解开的。好，非常多人都会犯这个小错误，好，就是不小心你在按压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钥匙的电源关闭。好，导致它现在车辆没有办法做一个感应器的接收，所以它才不会让你解锁。好，那如果说之后有遇到呢，特别注意一下你的 iKey 是不是关掉了。如果说你确定你的钥匙现在是打开，我们只要解锁、打开有萤幕，这就是确定你的接收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如果说真的打开，那还是没有办法发动的话，那我们进行到下一个单元来为你解说。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智慧钥匙 iKey 的一个开跟关的一个基本的介绍，好，跟一个基本的判定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钥匙做一个打开了？好，解锁之后，我们切换到 on 的这个地方，好，因为上面已经有内建它的电压显示，好，所以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切换右键，好，切换到电压这一格，好，它就会显示说你现在的电瓶电压是多少。但是这个电瓶的电压不代表它是真实里面电池的蓄电容量的电压。基本上它如果是12.5，有12以上，就代表它现在是有电。那如果说你一打开就已经是10或者10以下，那很抱歉，那一定是你电池没有电，所以导致它无法启动。我们要如何去判定这颗电池到底有没有电呢？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启动。启动呢，我们就直接按着刹车。好，那刹车一定会有刹车灯。好，这是最简单的判定我们这个开关有没有导通。好，我们刹车灯如果有亮了，代表这刹车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按下启动键。好，那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哒哒的声音？啊，可是电瓶的电压它却没有任何的跳动。好，有，我按住刹车的时候它减了0.1。好，那就代表说我现在的启动啊是失效的，就代表现在的启动功能一定有问题。好，那启动的功能哪里有问题呢？我们就来逐一的检查。好，刚刚讲到启动继电器，如果有发出声响的话，代表启动继电器那一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最简易的判定，看看这个启动系统里面的启动马达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好，那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呢，马达真的会遇到的问题，通常都是卡住，好，里面的碳刷卡住灰尘，好，那才会导致说它启动马达没有办法运转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简易判定啊，可是不代表说它一定是启动马达坏掉，因为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它的启动马达没有办法运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最简易的判定一下，启动马达要如何让它可以暂时的恢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拿一个硬物，好，就是敲击一下马达，让它的灰尘看看可不可以不要卡住在那边，让它可以暂时的运转。好，那暂时运转之后呢，就希望呢可以赶快骑到车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经过刚刚的敲击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发动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有听到这个声音吗？它其实运转的还是没有很顺畅，代表说它里面的碳刷其实应该烧附的蛮严重，要不然就是灰尘卡的特别严重。这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判定，真的遇到马达因为敲击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暂时的运转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打电话到车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等一下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把它拆开，然后做一个更换。那最基本呢，它要拆开前呢，要先把周边的东西给拆除。
啊，大概就是这个进气空滤这边的螺丝要先把它拆掉，啊，整个拿掉之后呢，我们才会看得到启动马达的螺丝。启动马达的螺丝在这边，它会有2颗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拆解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整颗马达已经拿下来了，现在要把它分解，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哦，那上面有2颗螺丝呢，就把它放松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，它上面呢并没有烧负的现象。哦，这个马达的机芯里面它是正常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碳刷，它里面有4个小碳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来更换一下这个碳刷。好，因为通常遇到的问题都是这个碳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来。好，那碳刷呢，这个中间这个壳它是可以分离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摇一下，这其实就可以把它分离开。好，那现在就看得到碳刷。好，那碳刷呢，其实你注意看，里面其实很黑，它有很厚一层的灰尘，哦，跟磨损的那一个粉尘在里面。啊，它最主要有可能是因为粉尘的关系。既然今天都已经拆到了，我们就来讲解一下。哦，那碳刷如何更换？好，那碳刷如何更换呢？其实需要一点技术能力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一定要有这个焊枪。好，那焊枪呢，基本上要先把这边做解焊，因为这边呢是焊起来的。好，那为了要给正电使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边做一个解焊，这个碳刷本体才能拿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发动测试一下，看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启动。那我们现在按着刹车，按着启动钮，好，一触即发哦。这代表说我们现在的那个启动马达更换碳刷完之后，就可以正常的运作。那我们现在大概要总结一下，如果车有遇到无法启动的状况，第一个先确定我们的晶片钥匙是否有打开到可以接收。第二个，先确定电瓶的电压是否正常。第三个，再来确定一下我们的启动继电器是否有声响。第四个，再来确定一下启动马达。好，那启动马达又分为2个状况。第一个，拿硬物轻敲一下启动马达，看是否可以发动。那如果可以发动的话，就赶紧请到车行做一个检修。第二个，如果轻敲还是无法启动，那就不用多想了，直接打电话联络车行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好小学堂的单元来介绍 XMAX 无法启动。好，如果以下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任何的回馈，可以让我们知道。谢谢您的收看。